OK，好的，现在应该是已经正式开始了，对吗？嗯，对的。是的，是的。好的，谢谢大家。各位我们行业同仁，各位嘉宾，下午好。首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 IPC 的标准经理 Lexi，也是作为我们今天这场 webinar 的主持人。首先要欢迎大家今天在百忙之中能拨冗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一个线上研讨会。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AI 在 PCB 制造中的规模化和转型以及落地实践这个话题。那么大家都知道，AI 是现在非常火热的一个话题。不管是在哪个行业，那么在这个大背景下面，近几年来 AI 技术也在快速进入 PCB 制造的各个环节。同时呢，行业也面临的一些问题，就是 AI 虽然已经开始应用了，但大家好像也有一些疑惑，看它的价值是不是已经体现出来了？那么怎么样才能去真正的实现规模化落地？围绕这三个问题，今天的会议我们就会通过三个部分，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AI 在 PCB 制造中的应用现状和未来方向。首先会由我来代表 APC，对我们全球电子协会即将发布的这样一份行业报告，AI 在 PCB 制造中的应用，从试点到规模化的这样一份研究报告，给大家做一个在正式发布之前的一个提前解读。那么，包括在我们会议的最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扫码去下载我们的完整版的报告。其次，基于我们报告中的一些核心发现，那么我们今天非常有幸邀请到来自奥特斯的专家，为我们带来一些企业实践案例的分享。那么最后，也是由我们奥特斯的专家，智能制造的方面的一个大咖吧，可以说是针对一些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来为我们做一下他的经验的一些分享和理解。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和欢迎我们两位奥特斯的专家的一个参与。在会议的过程中，为了保证我们今天这个会议过程演讲的一些分享的一些流畅性，所以在会议过程中，不会给大家开麦。然后，如果您在会议的过程中有一些疑问，想要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可以在我们 Teams 的 Q&A 的一个功能下面，去留言。那么我们在会议的最后，我们也会邀请我们两位嘉宾针对各自的问题去做一些答复。这边大家请注意，一定是 Q&A 的一个模块，而不是我们平时常用的聊天模块。这边做一个提醒。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这个研讨会的第一部分，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 AI 在 PCB 制造中应用现状、价值实现和规模化路径的一个全球性研究。那么这个也是在今年年初由我们全球电子协会东亚区来发起并且主导的一个项目。那么提到全球电子协会这个名称，对大家来说可能会有稍许的陌生，但是 IPC 是大家一般广泛会比较熟悉的。大家都知道 IPC 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电子行业协会。那么在2025年，根据行业的一些需求以及协会本身的一个发展的需求，在2025年我们正式更名为 Global Electronics Association 全球电子协会。那全球电子协会，目前是覆盖到一些行业标准、技术研究方案、认证培训、政策倡导以及产业研究的一些项目。更名为全球电子协会之后，IPC 中国是作为全球电子协会的全资子公司，为东亚区以及中国地区的电子制造业的一些企业，继续去提供一些关于行业趋势啊、标准啊、教育认证、技术咨询以及会议会展、政府合作之类的服务和支持。这边给大家做一些我们 IPC 的组织的一些分享。那么回到我们这份报告来讲，我们今天主要是从5个维度来给大家做一些梳理。首先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研究的背景、目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的范围。
第二部分是AI 应用现状和价值传递部分，我们会看一下 AI 目前在 PCB 制造中的一个应用情况，成熟度以及已经产生了哪些实际的价值。第三部分是规模化路径和主要障碍，这一部分会重点给大家剖析一下 AI 项目到底应该谁来驱动，谁来治理，然后目前有部署在哪些场景，使用了哪些技术，以及为什么很多项目目前仍然是停留在试点阶段。第四部分是未来趋势和行业协作一个需求。我们会看到未来2到3年，我们广大的 PCB 企业关于 AI 的一个投资方向，以及我们企业对于行业协作，比如数据标准、经验共享这方面的需求。最后会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个报告的核心结论，比如说我们调研报告里的几些关键的判断。那么希望通过这几个部分，能够帮大家来解答一些比较关心的问题，比如 AI 为什么已经广泛应用，但真正实现规模化的企业还是比较少的。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项研究的背景。这个项目的初衷是希望能够从我们全球 PCB 制造企业的真实反馈里，系统了解到 AI 在 PCB 制造里的一些应用现状、价值实现情况和我们遇到的规模化挑战。那么这项研究主要的目的有4个，一个是为了评估 AI 在 PCB 制造中的应用现状，也就是目前到底已经有多少的企业在使用 AI。应用到了哪些环节？目前的成熟度又是什么样？其次是需要去评估一下 AI 应用所带来的业务价值。我们希望了解 AI 是否已经在我们的比如说质量管控、效率提升、成本控制或者稳定性提升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实际效果。呃，再一个是为了识别 AI 可规模化的路径以及一些关键赋能的因素，哪些场景更加容易去获取成功，哪些能力又是企业必须去做一些提前准备的。最后也是为了了解未来趋势，包括投资方面以及行业协作方面的需求。因为 AI 的规模化可能已经不单单是某一些企业的问题，或者说是某一些头部企业的一个探索，也已经涉及到一些共同的问题和挑战。那么这次项目的研究范围是聚焦在全球范围的 PCB 制造行业。那么目前全球范围内，我们主要的 PCB 制造区域有分布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然后东南亚地区、北美和欧洲。那么这些区域我们都是在这个研究项目中有去涵盖的。然后这个项目启动是在今年年初，我们研究的时间是从2026年的1月到4月份。研究方法包括了匿名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2部分。调查问卷方面，我们一共是收集了111位受访者的反馈。那么同步，我们也对6位企业高管进行了采访。那这些采访是为我们提供了定量数据背后的一些行业判断和实践经验的。OK，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报告的研究结果部分。第一部分我们来看一下 AI 在 PCB 制造中的应用现状和已经产生的价值。这一部分主要会帮助我们来回答3个问题。首先，AI 在 PCB 制造中是否已经做了普及？那么其次，AI 目前是处于什么样的成熟度阶段？第3点是 AI 是否已经为企业带来了实际的业务价值？那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首先从调研结果来看，AI 在 PCB 制造中的应用已经是比较广泛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有68%的 PCB 企业已经在使用 AI，但是另一方面还有32%的企业并没有在使用 AI。从区域上看，不同的区域之间也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比如我们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大陆以及东南亚地区的AI 的应用程度会相对比较高一点，大概在70%左右，70%的样子。那么北美和欧洲会相对要低一些，但是也有超过一半的企业开始使用了 AI，这就说明了一个趋势，就是 AI 在 PCB 制造中的应用
已经不是有少数头部或者大型 PCB 企业的一个探索，而是已经逐渐进入到行业的主流。这边也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已经使用 AI 并不等于是已经在规模化使用 AI。有些企业虽然已经开始使用 AI，但可能也是只是在少数环节在应用，或者说是我还在做试点，或者是一个实验阶段。所以我们接下来还是要来进一步看一下成熟度的一个情况。那么从成熟度方面，虽然我们前面已经看到68%的企业已经在使用 AI，但是真正去实现规模化，并且已经集成到制造系统的企业，实际上只有8%。那么还有30%的企业只是在少数场景中去稳定运行，还有26%的企业还是在以试点为主。另外也有相当一部分的企业表示 AI 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或者说是还没有正式的在开展 AI 应用的一个探索。这也说明就是 AI 在 PCB 制造中的应用已经开始普及了，但是成熟度来讲还是处于早期阶段。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 PCB 本身的一个制造流程决定的。大家都知道 PCB 的制造流程非常复杂，并且非常的长。一个正常就是我们常规的一个 PCB 板子，所有层别加起来可能会有将近叫上百个工艺步骤。那么不同的产品或者不同的设计或者不同的工艺之间都会导致流程的差异，甚至是这个差异是比较大的。那么 AI 目前只能覆盖到其中一部分的单点流程，很难去实现全流程、全系统的集成。所以说，对于 PCB 行业来说，AI 的规模化更现实的路径，并不是一步到位，而是说从局部场景开始，通过可验证的环节、可验证的价值去做一个逐步的扩展。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目前 AI 主要可以支持哪些场景？从报告来看，我们目前 AI 可以主要实现的任务是可视化和洞察。那么这个部分占比我们看到达到了将近50%。那么可视化洞察一般可能用于比如说曲线模式识别啊，趋势分析、异常的探测或者一些数据洞察方面。其次是稳定性提升和决策支持。那么真正去实现自动化决策的比例还是比较少的，目前只有10%。这就说明目前在 PCB 制造中，AI 还是处于一个辅助阶段，并不是说它可以去帮助我们直接做决策，或者直接帮助我们去实现一个自主的生产和制造。换句话说，AI 现在更多的还是在帮助我们的工程师、质量人员和生产团队，去能够更快的发现问题，更好的理解数据，或者说是更早的去识别风险。那么在大多数的企业或者场景里面，最终决策还是需要人来做一个判断的。这也是制造业 AI 落地的一个共同的现实特点。AI 目前来说不是简单的去替代人，而是去先增强人的判断能力和管理能力。那么 AI 目前到底有没有给我们带来实际的业务价值？从我们调研数据来看，已经有59%的企业，已经认可 AI 已经产生了明确的一个业务价值，但是也有41%的企业，可能目前还有一点摇摆不定，还在评估，或者说是还没有看到，非常明确可以带来回馈的一个业务价值。目前 AI 带来的主要价值已经体现的部分，主要是包括质量一致性提升，过程稳定性提升，降低运营成本，设备利用率优化以及交货周期的改善。从这些结果也可以看到，AI 目前最直接的价值，主要还是集中在运营层面，特别是质量稳定性和成本方面。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比较高阶的一些价值，比如缩短 PI 周期，改善交付周期，或者说是支持快速工程切换等等。目前还是相对处于早期或者处于探索的阶段。这就说明我们必须承认的一点是，AI 已经
开始在创造真实的价值，但是这个价值的传递或者价值的显现还不是那么的均衡。对于很多企业来讲，AI 的项目可能已经在做了，已经做起来了，但是还没有真正行使我可以复制、可以量化或者可以看到可持续的业务收益的这样一个效果。那这一页就让来看一下一个我们已经比较普遍的，并且已经在我们业内被得到验证的一个典型场景，就是 AOI。这里说的 AOI 是已经通过 AI 去赋能或者说 AI 去加持的一个 AOI。那么在 PCB 制造中，AOI 本身已经具备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应用基础。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是首先 AI 它首先它的数据质量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它的一个视觉上的数据质量，然后一个是重复性会比较强，其次实施的风险来讲也是相对比较低，那么结果也是可以清晰的得到验证的。最后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是 AOI 是可以的，它的 AOI 是可以快速量化 ROI 的一个流程。那么从我们的调研和访谈结果来看，人工智能的 AOI 已经在一些企业中产生了非常明确的一个效果。比如说通过过滤假点，我们可以有效的降低复检率，可能降低到30%到40%。然后缺陷产品的分析和处置时间也是大大缩短的。有企业提到，我可以直接从6个小时缩短到2个小时。那良率也可以得到一些提升，大概2到3个点左右。那么我们在访谈中的一些我们采访的一些高管专家，也有在采访的过程中提到了 AOI 的一个应用，包括 ABI 也是一样的道理。他们提到也是超过90%的假点，目前都是可以通过 AI 去过滤掉的。那这就可以导致人工的工作量会明显减少，或者说是大幅减少。那处理的效率也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所以我们认为 AI 赋能的 AOI 目前是许多 PCB 企业入门 AI 应用项目的一个比较理想的试验田。虽然它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场景，它一定不是 PCB 制造中最复杂的那个，但它是目前看来，相对最容易去证明价值的一个场景。对于很多刚刚起步开始做 AI 的企业来说，那么与其一开始就去研究怎么样实现一步到位，直接去做全流程的一个智能化，不如说是我们先选择一个更现实、更方便的一个场景去入手。接下来，是我们报告的第二部分。前面我们已经看到 AOI 的一个现状，就是已经开始普及，并且已经在一些场景中去创造了可见的业务价值。那么，为什么规模化的比例还是相对比较低的？这一部分我们就来看一下。AI 项目重点是由谁来主导？那么，目前 AI 实际部署在哪些场景？企业又都在企业又都在使用哪些技术或者说是部署模式，以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所看到的制约 AI 规模化的一个主要障碍有哪些。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AI 项目的主导权。从调研数据可以看到，目前41%的 AI 项目还是由企业的 IT 部门或者说是数字化部门去做主导。其中有18%的公司是通过管理层去做这样的一个主导，也有13%是通过工程部门或者说是生产部门去主导。也有23%的企业目前还没有明确的一个责任归属。那这个结果就值得我们去关注，因为在制造场景中的 AI，大家可以理解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单纯的 IT 项目或者是算法的项目。那如果你要去做这样一个项目，你必须同时具备工艺流程、工艺参数和设备方面的知识，也要懂得一些质量管理的底层逻辑，然后你还要精通数据结构和系统集成。那么这样一个要求就意味着，如果只是依靠数字化部门或者说是部分的算法专家，
它就很难去直接推动或者说是直接去实现在生产制造现场的 AI 应用落地。所以说，这边可以看到一个观点：AI 应用项目的成功是需要生产制造 IT 和数据团队之间的跨职能合作去实现的。那我们也可以预见，在未来更有效的一个组织模式，应该是由我们制造生产部门或者说是我们的用户部门去负责提出问题、去定义问题，IT 和数据团队来负责提供能力。管理层来推动资源的落实和治理权的一个归属责任问题，这也是 AI 从试点要走向规模化的非常重要的一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AI 已经在哪些领域去实际投入了运行。可以看到，目前主要的应用领域有包括过程控制、质量检测、产品工程、生产计划和预测性维护。这就说明 AI 现在已经不只是用来做一个质量检测，比如说我们前面有提到的AOI，而是已经逐步进入到了 PCB 生产的其他的流程环节，甚至说可以进入到了PCB 生产的这样一个全生命周期。从前端产品开始，一直到生产计划，再到过程控制、质量检测和设备维护，AI 都已经开始逐步的去发挥作用。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还有32%的企业表示 AI 没有真正在生产运行中去使用，还没有到那一步，就说明很多企业可能已经有了一些AI 项目相关的概念验证，或者说是已经做了试点和实验，但是还没有真正的导入到稳定运行的阶段。所以从应用路径来看，AI 目前的状态应该是从单点应用逐步扩展到更加广泛的生产制造环节。但是如果是要真正的去实现集成到核心的生产系统，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这一页我们来看一下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的企业现在都在用一些什么的 AI 技术，第二个就是这些技术就是目前是如何部署在我们的 PCB 企业当中的。首先来看技术类型，目前主要的技术类型，占大头的还是计算机视觉技术，其次是机器学习占到26%，然后规则专家系统或者说是决策支持算法分别是占了19%和15%，生成式 AI 占了14%，也有37%的企业现在还在评估技术方案，这就说明现在 PCB 制造中的 AI 还是会以实用型的技术为主，特别是计算机视觉部分，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的 AOI 的应用，也是属于计算机视觉部分。那么生成式的 生成式 AI 和大语言模型，现在虽然非常的火热，大家都在生活场景中都在用，但是真正在 PCB 制造中的应用，现在还是在一个探索阶段。再来看一下部署模式，目前已经有33%的企业实现了 AI 和制造系统的集成，然后26%是采用的独立一个工具或者说是云平台，然后也有32%的企业表示部署模式也在探索或者说是在演进的过程当中。那这里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判断分享给大家，就是 AOI 就是 AI 只要进入到制造系统集成才能形成一个持续的价值。就如果 AI 只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孤立的工具去使用的话，那它当然可以帮我们去解决一些局部的一个技术问题，但是很难形成闭环。所以说，如果 AOI 能够和我们的，比如说制造过程中用的 MES、SPC 和设备系统，或者我们的质量系统去做一下集成，那就可以更好的去支持一些比较高价值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我去实现一个实时的监控、异常的预警、过程优化，或者是做决策支持这一些领域。
这一页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次研究当中，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结论之一。从调研数据来看，阻碍 AI 进行进一步规模化的前5大因素，分别是数据质量、人才能力、问题定义，以及跨系统集成和治理权和责任归属的问题。那么这些因素大家可以明确看到都有一个特点，这些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算法问题，而是说是一个基础能力的问题。那么这也非常符合我们在访谈中从各位的专家那边听到的这样一个观点。基本上我们的专家都有表示说，我们现在最大的挑战其实并不在算法上，而是缺乏高质量标准化的数据。而且，大家都认可的一点是在 PCB 行业里，这个数据问题是尤其突出的。不同的设备之间，我们会存在数据的格式不同的问题，不同系统之间会有接口不同的问题。那么不同工厂之间也有术语规则不同，甚至说比较夸张的是，在同一个公司，不同的职能部门之间，也有可能会有对问题定义或者说是术语描述不同的一个问题。那么，如果数据本身就已经是一个不完整、不一致或者不可追溯的状态，那么 AI 的模型它就很难去真正的稳定运行，或者说是去实际发挥作用。同时，如果有些企业没有清晰的问题定义，或者说是没有明确的负责人、明确的主导的一个团队，或者说是没有实现一个跨部门协同的机制，那么 AI 项目也很容易仅仅是停留在试点或者实验阶段。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观点：AI 规模化的关键并不是需要找到一个强大的模型，而是需要扎实的数据的一个基础，包括系统基础、一个组织上的一个基础，这都是非常重要的。OK，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报告的第3个部分。前面我们有提到，我们 AI 应用的规模化碰到了许多挑战，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或者说是有一点点矛盾的一点是，虽然有这么多的挑战还存在，但是行业的投资意愿却是非常强烈的。这一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未来2到3年的企业会在哪些方面去增加 AI 应用的投资，或者说是在 AI 投资的过程中，我们的企业在期望哪些行业层面的一些合作？首先从我们的调研数据来看，投资动能目前还是非常强劲的。大家通过数据可以看到，现在有81%的企业都表示，在未来的2到3年内会增加 AI 项目的一个支出、一个投入，甚至说其中的41%的企业这部分计划是会有显著增长的。那么目前来看，投资的主要方向，是集中在过程优化、生产计划运营，然后质量检测分析，和产品工程方面。呃，这个也就说明，就是我们的行业正在从早期的质量检测的单点场景，已经在做逐步过渡到核心场景的这样一个建设，而且AI 已经不仅仅对大多数企业来说，AI 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探索性技术，而是已经变成了一个制造能力建设的一个基本方向，或者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呃，在将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AI 不仅仅只是去帮企业去做一个看缺陷的动作，更多的是去进一步的帮助企业去进化到 AI 驱动的一个核心的生产运营的这样一个状态。接下来这一页，我们可以看到行业协作的一些需求。从调研结果来看，我们看到不同的 PCB 企业，不管是从规模上的不同，或者说是产品类型的不同，或者说是不同区域的一些企业，但是大家都有面临到一些共性的挑战，比如说
过程的波动问题，以及设备稳定性的问题、数据的结构和数据的可用性，以及AI 项目失败原因的一些总结。那这些问题都说明了，这些问题就是不是某一家 PCB 企业它独有的，而是行业共同存在的。所以企业对于行业层面的合作的需求也会非常强烈，希望从行业协作来帮我们去解决这样一些共同的挑战。那可能需要行业在数据标准化，然后从数据的标准化、通用术语定义，然后从实践经验的分享，从一些benchmark 或者说是验证方法的分享，希望从行业层面得到一些帮助和协作。那这也是 IPC 我们后面作为行业协会会非常关注的一些方向。AI 的规模化，大家可以明确看到，如果是只是依靠我们企业自己去探索的话，那么今后在那个实际的投入或者实际的应用过程中，会碰到一些比较多的一些障碍。但是如果行业能够在数据格式啊、接口标准、术语定义、验证方法这些方向，形成比较多的共识，并且在行业之间有一个这样最佳实践分享的一个方式或者说是平台，那就可以显著的去降低我们企业去实现 AI 落地的成本和风险。就像我们之前在访谈中就有专家去提到，我们需要一个通用的语言和标准去帮助有效的共享数据和实现，或者说是去使用一些最佳实践。那这也是我们在将来行业协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我们说到行业协作方面，目前 IPC 作为行业协会，我们已经在智能制造方面有做一些动作。前面有提到，那对于 AI 的规模化来讲，标准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AI，如果是要发挥作用的话，首先是需要数据能够被采集到，能够被传输，能够被机器理解，能够被使用。那么目前 IPC 已经有开发了一系列和智能制造、数据交换和数字化相关的一些标准。那么除了标准以外，IPC 也有在推动一些示范线啊、最佳实践、白皮书、培训，这些资源的建设，希望能够帮助行业更好的去理解和推进数字化和智能制造应用的落地。那么在这里，我也希望各位的专家，后续能够加入到我们可以去共同的推进针对 PCB 行业的这样一个数据标准、数据基础和生态协同的建设。最后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这个份报告的几个核心的结论。第一个是 AI 已经成为了主流，但规模化应用还只是少数。其次是价值是真实存在的，AI、AOI 是我们前面有提到是比较理想的一个，对入门企业的一个切入点。第三是规模化的应用是需要坚实的基础的，而不是仅仅单纯的依靠算法。第四个是未来的2到3年内，AI 投资，在业内是会继续去大幅增长。第五个就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行业协作对于规模化转型是极为关键的。那最后我就套用我们在访谈的专家给我们总结了一句话，当时这位专家也是帮助我们用一句话去总结了他对AI 应用的一些看法和一些期望，或者说是他对这个技术的一个理解。这位专家有提到，他说，如果企业目前，特别是制造企业，不开始应用 AI，不推动 AI，那将会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在将来，那就很难去保持一个竞争力。OK，以上就是我关于我们这份调研报告的一个核心内容的分享。呃，那么从
这份报告也是我们 IPC 作为行业研究的一个业务的一部分。嗯，当然，我们除了这份报告以外，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行业洞察、行业研究的一些资源可以分享给大家。那目前 IPC 是有通过我们每个月的月报，在定期给大家分享一些行业洞察、白皮书的内容，或者说是我们调研项目的一个动态。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订阅一下我们的月报。那当然，如果各位专家也有一些其他的想法，或者说是希望去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行业研究，想通过 IPC 来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也可以后续来联系到我们，开展这样的行业调研。OK，然后就进入到我们的下一环节，就是从刚才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家企业非常关心的，并不是说我现在告诉我要不要做 AI，或者说是告诉我的一些，仅仅是告诉我目前的碰到的障碍是什么样的，而是更多的想了解到怎么样我才能真正的去实现 AI 项目的落地，并让它帮我去创造价值。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到我们来自 ATS 的专家唐月忠唐总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 AI 在实际 PCB 制造中的应用案例和一些实施的经验。那么我们就请唐总，唐总您这边分享一下吧。我这边先停止共享。好的，谢谢 Lexi。然后的话，我这边呢来共享一下我的屏幕。好，大家能看到我的屏幕了吗？可以看到。好的，好。呃，也是下午，大家各位下午好，也是非常感谢 IPC 中国这次的邀请，让我们奥特斯也参与了这次的研讨会。首先非常非常简短的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奥特斯呢是我们这边的一个欧洲的企业，我们的总部在奥地利。然后呢，我们的主要产品是我们的高密度的 HDI 的印刷线路板和我们的半导体的 IC 载板。我们的虽然总部在奥地利，但是我们主要的生产基地在中国，一个在上海，一个在重庆，然后包括我们这边的话，在马来西亚这边的话也有拓产。那么今天的话呢，我这边的话作为演讲代表，我这边的话也是抛砖引玉吧，然后把我们公司的一些关于 AI 的应用包括我们的一些实践和探索，跟大家进行快速的分享。接下来25分钟呢，我会主要去过到或者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案例，然后呢也是非常欢迎大家的指正。好。那么前面在 IPC Lexi 这边的话，也介绍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在最近的几年里边蓬勃发展。5年之前的话，我们其实已经摄入相关的 AI 的算法。那么那个时候的话是非常复杂的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等相关的这种知识。那么到2022年以后的话，有一样大语言模型的话，就改变了我们人工智能的这个操作的范式。那么大家就可以通过自然语言跟模型进行问答，然后解决问题。那么接下来的这几年，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感觉，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模型不管是美国的、中国的，蓬勃发展，而且越来越智能，规模也越来越大。那么 AI 就逐渐的变成了我们的热点新闻，包括我相信今年的话，一个是极梦生成的视频，一个是小龙虾能够干活。那么这些相关的新闻的话，我相信肯定是快速的冲刺在所有的媒体当中，然后的话让大家也关注到了 AI 的现在的发展。好，那么呃，我这边的话引用了一些这个热点的一些新闻，然后呢，包括呢，我相信今天的话，那个两位科技界大咖黄仁勋和马斯克，他们都在北京现在那个他们都对于 AI 有一个非常积极或者说是
非常热切的一个展望，觉得啊，我的这个 AI 的话，以后的话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甚至可以替代大量的人力的工作。所以与之对来了，我们这边的话也会每个人的话多多少少产生一些焦虑。那么对于我们公司的话，我们是这样理解这个 AI 对我们的影响的。其实整个一个 AI 信息的话，可能可以分成3个圈，在核心圈里边呢是我们的 AI 的科技公司，他们以推出更新的模型，然后的话有更大的智能水平，然后赢得这个公司的发展，这个竞争是最激烈的。然后中间这个圈呢，是我们的很多的科技公司把我们的 AI 应用在他们的产品里边，以产品来争夺市场份额。而在最外的一个圈里边的话，那么就是更多的像我们这样的一些制造性企业，我们应用 AI 应用在我们的制程里边去做我们的运营优化。那么简简单单4个字，我觉得就是提质增效。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话，怎么样去使用 AI，而不是焦虑，那么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战略，那就像在这边讲的就是4个字优化我们的运营。那么结合刚才 Lexi 也介绍的，那么我们这边的话，也把我们的 AI 的应用分成了5个类型。那么第一个就是刚才也讲到了视觉的智能，就比如说像AOI、AVI 这样的这个使用。那么这个是目前情况，我相信在这个行业里边也是最热门、使用率最高、最成熟的。那么接下来的呢，我们还有语音和语言的智能使用，然后呢是知识和洞察力的提升，提高我们的问答知识面。然后呢，第4点是我们的工作流的自动化执行，我们也应用了一部分的 AI 的技术。那最后一部分呢，是回到我们的工艺上面，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工艺的机理来定义我们的模型。所以呢，在我们这边的话，应用 AI 可以使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提高我们的观察能力，然后呢，听我们员工语音或者文字的能力啊，AI 可以做推理，AI 可以行动，甚至可以去特制的去做一些我们啊这个可能关于我们 PCB 自己的事情。好，那么接下来我这边的话就带来了9个应用的 case 或者是应用的场景。那么我快速的跟大家汇报一下。那么第一个，那么跟我们的图形外观的缺陷有关。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叫 AI 的 AVI 使用，智能的这个外观检测。那么在我们公司的话，我们也应用了 AI 的这个传统的卷积神经网络做深度学习，然后呢形成了利用了我们这边的历史上的这个30万张缺陷图片，形成了我们的视觉模型。那么用我们的这个 AI 的使用的话，直接可以带来实际的这个效益，节省了我们这边的人力成本、检查成本。然后呢，第二个 case，我们这边也使用了 AOI 这边的缺陷分析。那么不等同于前面我们只是在观察或者判断缺陷，我们是把它的缺陷位置信息进行了提取，通过分析我们的这个批次批次之间的这个缺陷位置的信息以后，我们使用 AI 自动的去匹配了我们的滚轮数据库，进行我们相关的自动共性分析。那么在这边的话，有个典型案例就是我们这边的话会有一个线性的滚轮划伤。那么通过我们这个一个 AI 的一个 case 的话，我们直接可以快速的查取出我们到底哪几个滚轮是高度怀疑的这个原因，然后提升了我们反应的速度，节省了我们的分析时间和我们的反应时间。第3个应用的案例
那么来自于也是我们的视觉智能，但是呢，这个就不是图片，而是来自于我们的视频。我们通过我们的 CCTV 可以提取出我们生产线中的那个员工的一些行为的模式。那么在这边的一个 user case 或者说这个案例上面来说的话，它是通过训练的话去识别我们员工有没有合规的佩戴口罩。如果我们在模型里边有发现违反我们标准动作的这个动作发生，系统会直接进行报警，只是直接通知给相关的管理人员进行及时的纠偏。好，谈完视觉类的，那么我很快的讲一讲对于语音和语言类的，因为我们公司呢也用了我们的那个现在的话这个实时的语音助手，那我们用的是 Webex 这个助手，那么它这边的话也是应用了我们的相关的语音和语言处理的相关的模型，可以把我们的平时会议当中的这个讨论的话转换成文字，并总结成会议纪要。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极大的方便了我们平时的日常文档的归档和记录的工作，加快了我们平时的工作效率。好，第三趴是我们谈到了这边，我相信刚才在 Lex 这边也提到了，大家也会用到很多的 AI 问答，我们叫做 AI chatbot 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在我们公司，我们是使用的是那个微软系的这样一个问答的一个模型。那我相信在行业里面的话，大家也会用不同的国内国外的都有。那么在这边的话，我要去讲的是，我们这边的话也是非常普及，在我们的公司整个集团的话，使用这个一个chatbot。那么在我们的使用过程中，首先第一个，如果我们在提入我们相关的提示词，对于我们常规的这个信息的话，那么很容易这个就从我们的这个网站上可以把相关的信息获取到，比如说我们需要知道一些常规的质量的相关的要求管理的内容，但是 Chatbot 也有一个局限性。那我这边的话也有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我们输入一个是 ATS 我们这边自己内部的一个专业名词。那么，由于我们这边的这个训练数据的局限性，在外网或者是在开源的这个平台上面的话，是很难有一个正确的回答的。那比如说像这边的话，这个答案里边他就误以为这个我们这边的一个 code 是一个洗衣机里边的一个报错信息，所以就会导致答非所问。那么我们有一个现在的话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这边要介绍的就是叫 RAG 检索增强性的一个 AI 生成。那么在这里的话，用更专业的话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在自建我们的企业知识库，把我们公司里边的专用名词规整成我们的知识库，然后结合我们的大语言模型，通过我们的内部问答的话，会达到专业的回答。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来说，刚才我们比如说举到的例子 G101，我们就直接会回到我们公司内部的信息，提供它相关的原因分析、改善措施等等的这个相关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的员工更快的进行辅助分析。那么我这边的话还有4个例子，那么它就是这种形式的话，广泛应用在我们的不同的场景里。那比如说我们的客户规范的审查、维修的技术的问答、法律合同的评审，包括人事政策的一些回答。那么这些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企业增强知识库进行整合，然后帮助我们的员工更快的获取我们相关的信息。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我再讲一下我们的工作流自动化执行。那么在这边的话呢，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话，也是在推行的一个叫低代码的智能体使用，也是微软的，叫 Copilot Studio。那么这个智能体的话，它两个特点，第一，它是低代码，也就意味着它不需要很高的编程门槛，我们的工程师或者是有一定基础的这个员工就可以进行智能体的构架或者编写。第二，它是一个智能体，那么就是可以做到，因为它是一个微软系的，那么它广泛的可以去跟100多个不同的办公软件进行互联，然后去执行软件里边的相关的动作。举一个例子，在这边就是我们这边的话可以是去读到我们邮件信箱里边的具体内容，然后呢，通过 Copilot Studio 里边的话，去设计我们智能体如何思考、如何回答的逻辑，用 AI 的方式，然后用 AI 自动可以识别出我们的邮件，然后进行我们的回答。那么员工只需要去评审我最后的邮件是否合规、是否合理，那么最后的话由员工决定这个邮件是否需要修改或者直接发给相关的对象。那也可以在办公的领域里边加速大家的这个办公的效率。接下来一个应用，那么我们要讲到我们制程里边的一些原因分析和改善了。那么我们这边的话是应用本地部署的大模型，然后协同一个叫协作式多智能体的一种叫 multi agent 的一种方式。那么由我们的 AI 形成多个角色，分别去关注于人机料法环等方面的信息对接和分析，然后最后由我们的报告智能体进行信息的汇总，自己生成报告。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把我们原来一个工程师可能他需要非常多的经验才能获取的信息，现在可以通过迅速的一个 AI 的这个使用，把它汇总起来，提高了我们这边的那个分析能力和总结问题的能力。好，接下来我再讲一讲第5个大的一个趴，就是我们的定制工艺模型的和机理的。因为我们回到我们 PCB 工厂的话，刚才 Lex 也提到了，我们这边的话有100多个制程，那么要摸清我们这个100多个制程的机理，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那么我们使用 AI 收集了，首先第一个，我们本身在系统里边就收集了大量的生产里边的参数信息，包括温度、流速、电压、电流等等。那么我们想利用 AI，包括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包括现在的大语言模型，来构建我们的参数建模。通过我们这边的建模，了解我们制程之间各参数的前后的关系。那么在这样情况下，构建我们的数字孪生的双胞胎模型，更好的可以第一找到我们最优的工艺参数，第二可以去实现我们的一些预测。当我们的某一个参数发生偏移以后，我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调整后续的参数，最后仍然可以保证我的产品符合客户的要求。最后一个应用呢，是跟我们的良率控制有关。那么我相信这个呢，也是大家也比较关心的。我们在做大量的产品里边的话，每个产品的话，它有不同的设计、不同的属性。那么我们自己的话，也是在研究和去积极的去建模，参考了我们历史性上的这个数据以后的话，我们把我们的产品数据进行了建模。那么最后的话，通过我们现在的这个模型的
一个准确率的话，基本上能够达到精度90%以上。那么这样一个模型的话，我们也是在前年的时候的话，拿到了我们的软件著作权。当然，在后面的话，我们还有很多潜在的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那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也就不一一展开了。那么这些场景的话，都是基于大语言模型之外，结合我们的其他的一些AI 的技术，可以广泛应用在我们的技术这个 R&D 研发，然后供应链、生产、质量、维修，甚至客户服务，那么都是值得我们可以去做进一步的探索的。那么，如何保证我们的这些 AI 的应用可以顺利落地呢？那么，在我们公司的话，我们推行的是一种叫做 AI Transformation，就是 AI 转型的一个俱乐部。那么，这个俱乐部其实构成也挺复杂的。那么，从我简单的说一下的话，就是它其实是，既是自上而下由领导支持，又是自下而上由我们的员工自发的去学习 AI 的相关知识，但是积极的贡献我们的知识和我们的一些创意，那么两者结合起来，啊、通过我们这边的一个三驾马车的一个购置，第一个由我们的 IT 部门进行IT governance 或者合规性的一个评估，因为我们毕竟来说是一个欧洲的企业，对于合规性上面要求也是很高。第二个马车来自于我们这边的工厂的实际业务需求，那么请他们这边参与在我们里边进行业务的分析，然后把真正的需求、真正的痛点、难点问题告诉给我们的相关团队。第三驾马车是我们以质量部的这个数据团队作为核心，但是我们也连接了我们相关的那个编程的人员，进行多方位的一个沟通。最后的话，我们的目标是结合我们这些相关的能力，把我们的这个 case 落地，然后最后的话实现了我们最后的这个成功。好。好，那么最后我这边的话，那个也用了一些 AI 的一个手段，那么我就把我们这边的那个呃，因为对于我们公司来说的话，AI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然后呢是我们竞争的能力。那么，我们呢在这个上面来说的话，也是需要去拥抱我们的 AI，参与在我们的 AI 的使用的这个场景里边。那么这张图片的话是张2D 的。那么现在的话，使用 AI 的很多的这种方式的话，我们也很轻松的可以把它变成一个3D 的图片，甚至可以让3D 的图片变成一个视频。好，那么当然我在这边展示这个视频的目的不是在于说我这边的话是多炫多酷，而是在于其实在这个现在的发展上，AI 迭代的也很快，也许在未来的明天或者是下个礼拜，有一个新的 AI 模型又出来了，一个新的 AI 技术又颠覆了我们原来的操作方法。但是我们只有掌握了这个接受了 AI 的这种方式，然后的话积极的拥抱它，我们才能让自己更快更强。好，我的演说就到此了。好，谢谢大家。好的，谢谢唐总。感谢我们唐总的精彩的分享。希望刚才能从刚才通过那个我们唐总的几个比较有意思的应用案例，可以在今天的研讨会上给大家带回去一些启发。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研讨会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我们的压轴环节。
呃，我们在这次研讨会的一个报名阶段，我们是有做一次尝试，就是我们也收集了很多我们今天来参与这场研讨会的业内同仁的一些问题。那么大家也给了很多很给力的反馈，比如说AI 应该从哪里开始着手呢？或者说是数据基础如果不完善，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或者说是 AI 项目如何去让它创造真正的价值？那么至于大家提到的这些问题，那我们今天在这个环节就非常有幸邀请到了我们同样来自奥特斯的智能制造专家黄建林黄总，来和我们一起探讨一下这些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那么黄总，现在我就从我们报名的问卷里面挑了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也比较共通性的一些问题，是不是可以请您帮我们做一下一一的解答，或者说是分享一下您这边的理解和经验？好的，谢谢。首先呢，我们就看看我们今天我在梳理到的大家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是，大家目前现在都在讲 AI，AI 已经非常的 hot 的一个话题，但是从我们质量部门来说，因为我看到今天很多我们的观众都是质量部门的一些专家，那么从质量部门来说，很多基础数据目前的基础可能还不够好，或者说是还没有整理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适合开始立刻去做 AI，还是说先缓一缓，应该先把基础去打好？那这个问题，黄总您怎么看？哦，谢谢。好，那个一样的。首先，我非常感谢 IPC 的邀请啊，我有机会和在线的同行和专家还有老师们一起来探讨关于 AI 在 PCB 或者是我们电子行业的应用问题。因为 AI 的这个话题呢是非常大的一个议题，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探讨。也是因为我们不同的企业、我们的体制或者我们的这个数字化成熟度基础，还有我们公司自己的企业自己的战略定位的问题，有很大不同，也会出现很大的差异。所以呢，我想是这样，那个主持人，因为我大概嗯的稍微看了一下那些问题的话呢，实际上是可能很好的已经在您刚才讲的那个调查表里边已经有所体现了，就是大家的一些经验啊，如何去做呀，谁来带头可能会比较好啊，包括刚才那个董堂分享的一些里边可能会有一些找到一些答案，但因为我讲了千人千问大家背景不对，同了，所以这个有很多的问题有共性，也有差异，所以呢，你很难去回答这种太具体的问题，因为时间有限。我想在是的，回答问题之前，我还是来稍微谈一谈一些我们企业以我的企业的实践跟我的思考粗浅的认识，跟大家先大致的汇报一下我们这些思考。完了之后，可能从当中可以大家得到某些答案了已经，或者嗯，是得到一些那个启示，好吧？就是好的，第一呢，我觉得就像刚才您提到的 AI 的这个热度哈，我们每天都嗯被这样 AI 有关的新闻受到冲击，哪家公司发布了新的模型啊？我们的芯片被禁了，芯片禁令啊，芯片设备的禁令啊，我们算力啊电力的竞争啊，我们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AI 的竞争上升到国与国未来的竞争了，对吧？所以呢，很多人而且主流观点提到了说，很多的岗位，特别初级岗位都很快会被这个替代。当然也有说，哎，这个在替代的同时，会有更多的新岗位会被创造出来。所以在座的或者我们很多人，所有人都会被卷入其中有一种 AI 的焦虑。我们的高管们呢，担心的是，我们这个企业如果不积极的拥抱 AI，就会落后于对手。就是您刚才最后的有专家总结的，我觉得是的。你如何立于不败之地，保持非常强的竞争力，对吧？那嗯高管的焦虑是这个，而我们个人的焦虑就担心职业的安全。所以呢，裹挟其中之后，无论是哪个位置
高管也好，个人也好，员工也好，都难以的逃脱和幸免。那么，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座的每位都是这个我们整个 AI 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就像当我们几年以后回头过来再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有可能我们今天所做的事都是会觉得很原始啊。回过头来看的话，就像当年20年前我们智能手机的应用，我们当时的时候的应用可能也是很迷茫的啊，可能可以看视频了，可以发什么消息了，更方便了，可以 download 电影啦等等开始。但是后面的智能手机的应用集成了很多新的技术在这里边以后，彻底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整个的格局。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快递呀、网上购物啊、实体店的倒闭啊，这些都是由于这个智能手机啊，包括我们互联网经济带来的整个的变化。而我想说的是 AI 的这个话题的热度和讨论，实际上跟20年前是非常像的，就是我们有一种非常激动的感觉，就是就在一个巨变的前夜，我们每个人都是亲身经历者。好，这是我想快速讲的一点。第二呢，就是作为我们企业的话呢，我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的？为什么是质量部你们在做这件事情啊？因为我看到你们的调查有很多就是 IT 为主导的，对吧？但是大量的这个文章或者是调查已经显示了，就是很多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也好，AI 转型也好，实际上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就是其中一个就是2种语言的这个障碍，就是 IT 他懂技术他懂数字技术，但是他可能不懂这个 process， 我们讲的就是业务部门的核心的痛点难点，所以经常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这就是其中的一种障碍之一啊。而我们企业的话呢，我们是这么想的我们一直以来有一种探讨说，你看我们传统的质量管理，对吧？我们一直讲的那些核心的 ISO、全面质量管理这些冠标几十年了，对不对？貌似好像我们每次客户审核第三方来审核都是能顺利通过，这个几乎没有大的问题，而且呢，客户也会给我们什么 ranking 就是给我们scorecard 打得很高，给我们质量奖等等。但是你日常工作当中，时不时的还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时不时的有客户的大的投诉，所以一直觉得说，哎，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就好像有2张皮，那写在文件上东西很美，但事实上在日常运营当中，我没有真正的把我们所写的东西体现出来。就是比方讲，我们一直讲，就是decision based on data 是吧？基于数据的决定。对吧？我们要预防为主，这些理念早就已经有的，为什么今天还在讲这种问题呢？对不对？第二个困难或者痛点或者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就是一个系统一家企业创建好系统以后，哎，看上去不错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出现了一种熵增的概念，就是我们借用物理学里边的熵增的概念，就是有很多不可控的。不可避免的人员的进出的变化，这个设备的老化，对吧？零点的这个我们的零点的漂移，我们的这个材料的这种批次的变化等等，不可避免的变化，我们组织架构有局部的变化等等，造成了整个体系会朝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叫失控的状态走。如果不加以干预的话，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好，这就是我们典型的大部分企业都会碰到这问题，所以为了解决这种问题，我们就思考，就是我们该怎么做。好，因为质量体系，为什么我说我们来承担？因为质量体系不是对质量部来讲的，是对一个公司来讲的。而我们在座的各位大部分都是制造型企业，我们制造型企业的这个真的我们的一个使命是什么？我们要又好又快的生产出让客户满意的产品，对吧？
有时候也会提供好的服务啊，产品是加服务，对不对？好，那我们的 ISO 体系已经给我们规定的非常好了。实际上，你去看它的体系，它的规定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制程很稳定，人机料防范测它已经规定的非常好了。所以我们在座各位企业，如果我们都已经认证通过、冠标通过的，我们在规定上、立法上都已经做得很好了。所以呢，我们也已经在各个影响稳定性的、影响制程稳定性、影响产品稳定性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是有很多的节点需要收集数据的，对不对？所以这些我们就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了。好，第二点，所有的我们的现在的数据啊，质量体系里边要求做的事情，一定是跟我们产品的质量相关的。所以反过头来，我们讲，我们为什么要做 AI 引入或者其他的数字化的工具等等？我们是为了炫酷而做吗？其实我们一定要问自己这件事情，对不对？是我们真的要解决什么痛点、难点、热点问题，要解决跟企业的战略紧紧相关的问题。我不是 nice to have， 我不是锦上添花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为什么朝这个地方做？只要把我们现有的跟质量体系流程里边相关人机料法环测里边我们规定好的那个部分去做，把它数字化，把它 AI 再引入，那就是应该值得做的，而且很快就会出成果的。这就是我 general 的，就整体的我先来讲一讲，因为很多问题他就问了这个，哎，我从哪里开始或者怎么样？因为每家企业都不一样，对不对？对对对，但是是的。我们方向就这个方向。第二，我们可以看到的可能就是讲了数字化转型，前面一直讲数字化转型，现在我们又讲 AI，这个他们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呢？对不对？那我们企业呢，从08年开始，我们就去做了，建立了一个数字化的质量的平台，叫 IQS 平台，这是我们自己开发的，对吧？那么这个工作实际上是把各个流程呢放到系统上去数字化，先把系统之间都打通，这些工作叫数字化1.0。数字化1.0呢，它最主要就是把系统接口、系统之间打通，完了之后呢，把流程搬到系统上去。我们呢，这个人呢就可以很快的看着数据去做决策。所以呢，数字化1.0就是记录发生了什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记录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发生了什么。而 AI 时代的到来，就是数字化2.0的到来，那就是要预测将要发生什么，并自动做出最优决策。这就是未来的 AI 时代到来下的我们的数字化2.0的系统。好，这是我们先要理解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它的质量管理的范式，它发生了转移，从人找数据到数据找人，是什么意思？我不用你去做分析，我自动的可以做到原因的分析，同时把这个原因分析 push 给你人，直接推送到相关的人那边去，你给我做出判断，然后呢再做出行动，那就是这样的一种范式的转移。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不能讲的太细。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用 PPT 的形式啊，用面对面的形式再来讲。好，回到主持人您的问题哈，说基础数据没整理好，我们适不适合可以做 AI 啊？那首先回答这个答案是一定是可以。AI 的起点是数据在线化，而不是数据完美化啊。所以我们 AI 转型不是等到数据完美了之后再开始，而是通过 AI 项目倒逼数据治理和基础的建设。因为在座的我不知道观众有的是高管啊，那么我们要想的是 top down 的，我们要有 top down 的一种战略，否则呢你靠星星之火 bottom up 从下至上的那是这个是群众的力量，但是没有一个上下结合，你是做不好这个工作的。所以今天我所要讲的是，如果光是问我说要不要开始，
你不要等靠要，没有一个完美的数据库给你以后我再做的，不可能的。所以包括我们的调研也得到了说，哎 ，AOI 可能在行业当中已经非常成熟，那就意味着这种地方是痛点、难点、热点，而且容易出成果的点，因为它有海量的数据 ，AOI 100%扫描，所有数据都在那边，你那些数据是在沉睡的，而把沉睡的数据挖掘它的价值，那就是这个 AI 的这个应用的一个非常好的场景。因为沉睡的数据就是新的工业石油，而企业的未来的竞争就是谁能拥有更多的数据，谁能更快的、更好的挖掘这个数据的价值，从而做出相应的反应。你的反应速度非常快。如果我的数据告诉我，我这地方发生了偏移，我立即纠偏，我就比我的竞争对手快。或者我立即纠偏以后造成的问题很少或者没有发生，那就我的比竞争对手跑得好。这就是我们讲的未来竞争力在哪里？你就是 take action 非常 fast， 这个就是我先人一步这就是通俗的讲的就这个，好吧？然后呢，我们讲的这个具体的 PCB 里边的场景，现在已经很成熟的就是智能质检，对吧？预防性的一个质量这个原因分析的一个使用，就跟 root cause analysis， 这是我们日常的所有工程师都会碰到的，每天都要做的，就是无外乎就是碰到问题了，我该怎么办？纠偏嘛，或者分析原因以后预防等等这些。我每个人都会涉及到，如果能把 root cause 这个工作让 AI 可以辅佐我们，直接 push 到推送到我们的人那边去，那样的话会大大解决这些这个大量耗时耗力 ，depends on 就是要依靠人的整体经验的这件事情，就可以大大的解放我们的生产力，解放我们这个工程师的时间，对吧？也同时有可能拉平我们的我们讲智力平权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不 rely on 你做了20年，跟我刚进来2个月，我可能很快的我就可以这个达到类似的一个能力。好，所以还有呢，我们的设计质量检测，还有过程管控，当然这些都可以做应用，对吧？当然一些可能我们的一些经验告诉我们，不要追求大而全。大而全这件事情，我们是一步一步做的。你像是要等到建一个大而全的平台等等，那就比较难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也不要忽视人的变革的管理，因为我们的系统再先进，如果人不愿意用，就是一堆废代码。所以这个里边呢，又牵涉到另外的一个非常敏感的一种话题。那么 AI 的应用，它是一场变革。如果是变革的话 ，AI 只是一个中立的 neutral 的一个工具，数字化工具对吧？然后呢，这是一场改革，实际上后面的这个流程的变革和人的洗脑和拥抱的那种心态，要几方结合才能可以。好，所以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的讲，谢谢。好的，谢谢黄总，非常精彩的回答。接下来其实2个问题，我的理解其实黄总也有或多或少其实已经有帮我们覆盖到。因为本来我还想问，就是我们有观众在问，就是我们碰到的问题是数据太散。刚才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数据质量，然后第二个就是关于数据太散。大家知道我们的数据可能是分散在可能设备里、MES 系统里，或者我们的各个公司的质量系统里。那这些系统它都是如果无法接通的话，那么很多的数据可能它就没有相互去使用。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是从哪里去开始着手去推进？那么其实黄总他刚才第一个问题，其实他已经带到了这个问题。那么看看黄总还有没有其他的补充针对这个方面？我觉得这个每家人家实际上现在碰到问题就是这样子的，除非像比方讲半导体行业，他们可能从设备端就开始有比较好的这个统一的标准，所以设备的端口，我们的整个的标准都是定义好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是的，互联就相对比较方便。而我们对 PCB 行业或者其他的电子行业的，可能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对，建议呢，就先打通一条线，不要一口气吃成胖子。所以我们可以先选定一种场景呢，就是高频的，就是经常就热点的，而且呢，你数据相对完整的这种环境有吧，对吧？然后对，呢，你马上就可以去做一些事情的。如果我们选择 PCB 的某个制程它的一个高缺陷率的一个工序，对吧？我们可以挑某个地方，完了之后呢，就是不要一开始就要求打通所有的系统的，先连接 MES 和设备的数据和质量检测中的那些关键数据，然后呢，把这个我们称为叫 use case 应用案例先做起来，那可能马上就能见到效果。我们称叫 quick win， 对吧？快速制胜，的这个方法，一步步去做。因为我们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如果是一个工程师，还是我是一个经理，还是我是一个高管，那么这件事情作为一个工程师跟一个部门，可能你无法左右整个公司的战略。和要做相应的人财物的投资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又不得不要去做一些事情。那么不同的角色，我们做的事情可能是不一样的。根据自身的情况，我能 manage， 我能管理好多少的资源和做多少的事情，我就可以去做。当然，我讲了，今天如果在座的高管他可能有高屋建瓴的一个认识了，可能把这个 AI 的竞争上升到一个企业生存的或者生死存亡的一种高度去谈的话，那他们就很快要制定这个未来数字化转型就跟 AI 的这个战略，好吗？好的，好的，好的，谢谢黄总。那么接下来第三个问题，其实我想说也是在我们黄总在一开始的我们的一些阐述里面有提到这样的观点，就是其实黄总前面有提到 AI 已经可以帮我们去实现一些功能，比如说去帮助我们做一些 root cause analysis 啊，或者说黄总有提到 AI 可以帮助我们去解放我们工程师的时间，提升效率。包括它可以帮助去解决一些人员之间的能力差异。那么问题就来了，大家可能会产生一些焦虑啊，就是如果说 AI 去帮我们都解决了这些问题，那么在未来我们工程师，不管是工艺工程师也好，质量工程师，那我的核心价值还在什么？是不是我的真的是可能就会饭碗不保的问题？这个呢，实际上不单单是比方讲质量工程师的这个问题，我相信跟所有的这个岗位，实际上都要大家问这些问题啊。但我的一个理解，至少现在的我的一个理解是说，AI 现在的发展，至少 AI 是替代动作，人应该升级角色，这怎么讲法？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的，如果以质量部的工程师为例，我们的日常的工作当中肯定有很多的任务，对吧？然后呢，我们的一些任务确实像一些reporting 的，就是报告的这种任务，就重复性的这种任务就是我举例 IPQP、PPAP 的那些documentation 就是文件是，如果一些检查数据的录入等等这种标准的审核的 checklist 这种准备等等这种工作，那大部分都是可以被大概率都是可以被替代的。还有一些工作，比方叫 root cause analysis 这些，那么比方叫 process 就是过程能力的CPK 的这种 study 等等这种工作 ，control plan FMEA 的 review 我们就评审这些工作呢，是 AI 可以 support 我们，支持我们，而不是替代，就是它可以让我们更有效。这类的工作，它没法完全替代。第一类的工作是可以完全替代，第二类呢是辅助我们，而第三类的我们质量的工作就是到第一线去解决我们的问题，跟就是我们叫 containment 叫什么来着？就是围堵政策这些事情 AI 是代替不了你的，你必须要跑到现场去立即做出决定。那么供应商的审核跟
到 process 的去验证这些工作，你是没有办法 AI 去代替你的，对吧？然后呢，我们是跨部门的这个decision making 啊，我们叫做决定，就是跨部门做决定，你让一个 AI 参与你跨部门做决定，可能会比较难的。至少我们现在看到这种工作是没有办法弄的。还有我们的一些一些商业道德呀，一些外边的那种合法合规性的这种工作，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一下子用 AI 代替掉的。质量战略、质量文化的建立，这种工作都是要一定是靠我们现在靠人的，这些它还远不能代替，对吧？当然我们生产工程师啊、设计工程师啊等等一样的，我们日常那些工作当中一定是可以被替代的，就是会替代。但是我们讲了这个，那还是什么意思嘛？到最后我们还是要去思考，我的有些工作代替掉了，我不是我不是空出来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应该要成为质量工程师，应该要成为 AI 的教练啊，我们应该要成为数据的翻译官啊，因为 AI 可以识别缺陷，但这个缺陷是不是也会影响功能啊？能不能放行啊？我们的质量工程师就是要定义规则，然后呢，业务问题，我们很多业务问题要翻译成 AI 能够理解的问题，再把 AI 翻译成结果，翻译成现场能执行的动作，这些还是需要我们去做的，对吧？所以我们这个里边又牵涉到我们讲的这个质量1.0、2.0、3.0，现在发展到4.0，我们质量人的角色也一点点在发生转变，从什么 inspector， 对吧？就检查者，你又到比方讲我们是这个系统的 builder， 我们称为叫系统的建立者。现在我们谈的，我现在主推的，我们叫价值的创造者。对吧？这些呢，就是因为时间非常有限，我就不展开了。所以我们讲的，它可以替代部分，但不会替代质量工程师的判断、规则定义和体系设计的能力。AI 是没有办法替代。好的，谢谢黄总针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也谢谢黄总帮我们缓解了一下我们的焦虑。就相信在未来，如果我们可以去及时的调整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角色，每个人的一个能力的定位，我觉得可能还是相当的这个饭碗问题，我觉得还是应该可以确定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时间关系，黄总，我们要不就最后一个问题。马上到时间了。前面几个是我们从我们的问卷里挑出的一些大家的共性问题。那么最后一个问题的时间，要不我们就留给我们今天现场 Q&A，我们现场专家老师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位专家老师有提到，就是说我们有一些 AI 项目，就是因为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做一些 AI 的应用项目，不管是可能试点也好，或者说在实验阶段，可能看起来还挺成功，效果还不错，甚至可能眼前一亮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可能用到后面就慢慢就不用了，大家可能就不太愿意去用它。想问一下王总，这个问题在行业里是不是比较常见的，或者是在我们奥特斯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这样一个场景？我觉得也是会有的，因为我们讲了这个 AI 行业面临的普遍的这个挑战啊，以哈佛评论、商业评论也把它定义为叫试点泛滥、转型贫瘠，就是我们做了很多 use case， 但是这些 use case 呢，只是单点的一些解决一些问题，对吧？然后呢，我们因为只做了工具，没有改流程，是啥意思呢？我们 AI 实际上我们讲的是一场改革 ，AI 的转型啊，是一场改革，就是我们关键的是要重新的梳理一下我们的流程的。比方讲我假设举例啊，我们的采购
采购流程啊，你从采购开始下单开始，一步一步的流程要10几个步骤才能完成一次采购的任务。你用了 AI 之后，它可能在某些环节上它会加速，它会提速，对不对？但是你还是用的旧的流程的话，那你整体来看到最后是没有太大的收获的。比方讲，我已经给了你一个非常好的。假设 root cause analysis， 我给了你一个这个工程师非常好的 root cause 了，但是你这个工程师还是要去这个很慢的去给我执行，还是要靠人去 verify， 没有这个改变我原来的步骤，还是10几步给我这样走。最后整体来看，我们对于企业的整个过程的提高没有颠覆性的改变，因为你拿旧瓶装新酒没有用，所以你的流程可能从10步变成了5步。完了之后，在每一步上都要思考一遍，原来还要这么做嘛，对吧？所以呢，这个是要相辅相成的，所以流程的重构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步。所以呢，一只做工具没有改变流程，第二你没有改变人的动力问题，因为你做了一个系统，做了之后，可能一线的人觉得，你是不是在 AI 在监督我，不是在帮助我？所以我们的激励这种政策也要跟上，这是软性的东西了。另外一个呢，我们的模型应该要持续迭代跟闭环的。模型上线以后，没有人维护，也不跟数据也不更新，它的预测效果，它的效果就会慢慢变差。所以，我们成功的 AI 项目一定要有反馈、改进、再训练的这种机制。所以我刚才提到的几点呢，可能有硬的部分，有软的部分，有文化部分啊，有流程再造部分，有人的思想的这个部分，还有就是硬的部分。你一个模型出来之后，不是一招鲜吃遍天的，日常的这个每天的动态的我们是在一个变化的环境当中，我们是身处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你的一个模型，它一定是要引入更多的新的这个数据，来不断的优化跟迭代，来适应新的变化的挑战。这就是大概我的一个回答。好的，谢谢黄总的精彩的分享。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给到黄总更多的时间去给我们做一些更多的经验的传递。以后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机会，请黄总能到现场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做一些互动和探讨。那么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也只能请黄总帮我们解答部分从我们问卷中收集的问题和我们现场 Q&A 里面提到的问题。那么其他今天没有来得及提到的，我们 Q&A 里面收到的问题，会在会后请我们的专家帮忙做个解答，然后会反馈给大家。好的，谢谢黄总，谢谢唐总，两位今天来参与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研讨会。最后也是给大家一个算是我们的研讨会的一个小福利。前面有提到我们今天这份解读的行业报告，目前还没有做一个正式的发布，是一份即将发布的报告。但是我们今天参与研讨会的各位专家老师是可以去提前扫码获取这份调研报告，大家可以把这个二维码留一下，然后去留资下载这样一份完整版的报告。当然，如果大家对这份报告后续有什么见解、有什么想法，也欢迎可以反馈到我们，帮助我们继续的努力去提升。给大家差不多留1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扫描一下这个二维码去获取报告。OK，没有关系。
我们如果有大家还没有及时去扫描的话，会后也可以单独来联系我们 IPC，去获取这个扫描路径。然后接下来最后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就是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会有一场IPC-A-620升级要点和落地实操的一场分享的线上研讨会，也欢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扫描报名参与我们这个研讨会。然后那个前面的那个研讨会的研讨报告的教研报告的分享的二维码，我们同事已经帮忙放在聊天区。那聊天区大家是可以去查看的，如果没有来得及去获取的话，可以去聊天区去拿这个二维码扫描下载。最后感谢大家今天参与线上的研讨会，那我们下次研讨会见，谢谢大家。